有了这两个新功能，使用 AI 来制作儿童绘本视频呢，变得太简单了。大家好，我是金店。最近呢 AI 绘画圈里边最热的是呢，一定要数 Midjourney 发布了新的模型训练功能，也就是 Style Tuners 功能。使用这个功能呢，图片一致性呢得到了非常大幅度的提升啊，也就是非常适合于儿童绘本这种有角色一致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设计。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视频中的常客啊，也就是 Runway Gen 2也发布了新的版本。官方表示呢 ，Runway Gen 2来文声视频以及图片声视频的功能呢，都得到了重大的更新，视频结果的保真度和一致性也带来了重大的改进。最重要的是呢，你可以在 Runway Gen 2中呢移动你生成视频的一个镜头，还可以调整运动的幅度，这点呢就非常的棒啊。有了这两个新功能呢，用 AI 来做儿童绘本视频呢，就更加的简单，而且效果呢也更加的棒了。今天呢，大概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啊，借助了 ChatGPT 搞定了名为 Mia 的许愿树的这样一个儿童绘本视频的制作，效果真的非常的不错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制作短视频来赚外快呢，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不要走开呢，后续呢，我会给大家放出详细的制作视频，就在今天的节目中。片尾呢会给大家放出整个完整版本的 Mia 的许愿树的视频，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正题吧。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Style Tuner 功能，这是 Midjourney 最近更新的一个新的功能。这个功能呢，可以解决了大部分的设计师所遇到的问题，就是使用咒语的时候呢，我们在绘图的时候呢，风格无法固定啊。简而言之，我们看这几张图，这是我使用 Style Tuner 去画的图，大家会发现啊，它是有一点那种漫画风格的、彩绘风格的这种图。你看啊，这是第一组的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风格，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组。这是我连续使用 Style Tuner 来去画的图啊，那后边来说我只用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后缀啊，就是 Style 然后加它生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后缀，那你所有的内容呢，你后边都加入这个后缀，你会发现，比如说我把 boy 啊，就是男孩，我改成狗狗，它生出来的画面风格呢也会趋近于一致，然后我再用 Street Girls， 那把 boys 改成 girls 啊，那生成的这个图呢也是趋近于一致的风格，然后我再去改。每一个都不一样，比如说 flowers 那花朵，甚至说宇宙飞船，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风格呢都非常的近似啊。好，这就是 Style Tuner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Style Tuner。好，那这个功能的话呢，要如何去使用，或者说如何设置呢？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首先，我们来到 Midjourney， 你任何自己建的一个频道啊，然后呢，我们输入命令，那这个命令是一个斜杠，然后加上 tune。啊，就是这个词 T-O-N-E 这样的一个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怎么做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输入你想要的图的关键词啊，比如说，那我们就输入啊 Street Fashion Boy 啊，直接输入这样的一个内容。你后边呢不能加 S， 或者说不能加入其他的这种后缀了啊，它是不识别的。另外呢，也不能电图。那我们直接发送，发送之后呢，它就会提示说是否创建这个样式的协调器呢？好，我们在这儿呢选择，你可以选择创建啊。另外，这里边呢会有生成图片的一个选择，比如说它会生成16组的图片啊，这是32组的图片的一个方向，64组、128组。那每一组生成根据图片的这个多少呢，你消耗的点数会不一样啊。一般我在这儿可以选择一个16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点数很宝贵。然后接下来，那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这种模式，比如说 RAW 模式或者是默认的这个生图的模式啊。你看在这儿它写着16个呢要消耗 0.15个 fast hours GPU 的这个 credit 啊，那就是0.15个小时，所以呢也是比较的耗这个点数的啊，所以大家用起来要谨慎。那我在这儿选16之后点 submit。然后它会再次的重复确认，在这儿呢，为了我的点数呢，我在这儿就不确认了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之前生成好的。如果你点了确认之后呢，大概等个2分多钟的时候啊，它这个需要2分多钟，那我们会收到 Midjourney 发的这个私信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里边，它会说生成好了啊 ，Style Tuner Ready 啊，生成好了。然后呢，我们要点这个链接，大家看一下，它会给你发一个专有的链接，我们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就到达了刚才我们生成的这16组的图，它会教你怎么去用啊。这16组图的话呢，
我们你看啊，1、2、3、4、5、6一直往下走16组，那你要在这个里边每一组选你自己喜欢的啊。如果这组没有你想要的风格的话呢，你可以不选啊。那我们来选选看啊，比如说这个是 Street Boy， 对不对啊？街头的男孩的这个风格，第一组这是写实的风格。好，这个我们不想要，因为我们想生成一个水墨画的风格。OK， 那这里边呢我们就不选啊，你就是点中间就行了。好，第二个呢，我们选什么呢？我们来选左边的这个，这是我们想要的这个风格啊。后边的这两个呢，也没有我们想要的，我们可以不选。然后呢，第三组这个太写实了，所以呢我们也不要。然后第五组来说，我们选右边的这个，这是我们想要的哈。然后呢，这个也不是我们想要的，那我们就都不选啊。好，那这是我们想要的。好，继续往下选。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留空啊，因为它是这几种风格的一个混合。比如说呢，我做了很多的这种彩绘风格的，那这个里边如果你加了一个写实风格的，它就会融入一点点写实风格的内容。那你要看你加不加啊。比如说你选了这个，它会有一点点写实，那我在这儿不加它，因为我不想要这种风格。好，后边的这些图呢都没有太多我想要的这个风格，所以我在这儿呢都可以不选啊。如果你想要，那你就把它去选上。OK， 最后呢，我们得到了底下的这样的一个 code 啊，大家看一下，这儿有个 code 的这个值，这个 code 值的话呢，给大家放大一点，这个 code 值其实就是 style 后边跟的这个后缀啊，也就是说你可以使用它来去生成相关的这个图片，或者说你想要的这个风格的图片了啊。那我们得到了这个之后，你可以复制整个的这个咒语，然后呢，你再回到 Midjourney 啊 Discord 里边，那找到你自己的频道，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用 image 命令。好，那你把这个咒语粘进去，还是Street Fashion Boy， 然后呢 Style 用我们刚才的这个，然后来去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啊？好，这个里边我没有权限啊，那我在这儿来去生成。好，在这个里边，这个应该是有权限的啊。OK， 好，那融入了我们这个风格的一个作品呢，那就产生了啊。那如果你想要别的内容的话呢，你可以把里边的这个换掉啊，比如说 a street fashion girl 啊，那你换成 girl， 然后呢，你可以看看效果，然后后边的这个 style 啊一定要有。那当然呢，你也可以加上这个比例啊，比如说16:9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比例。那我们再来去生成一下。好，你看啊，这两组图片的比例，或者说这两组图片的整个风格是不是非常的相似呢？好，我们使用这种方式呢，你可以去生成跟这个风格一致的内容。那后边的话呢，我们会使用它来生成一个儿童绘本的整个的这个连贯性的这个角色啊。那先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啊，那这个儿童绘本里边的这个内容，好，这是我们的这个图片，你看一下，这些图是不是都是一致性的这个图片呢？是不是非常的一致？这就是我们用来生成的这种画面的这个方式，而且我们后面都直接加一个后缀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好，这就是 Style Trainer 的一个功能。那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我们的绘本制作环节了啊！在这个环节，我们要结合使用 ChatGPT、Midjourney 以及 Runway Gen 2这3个工具联合来使用。不要觉得这个内容非常的多，软件非常多啊，它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好，我们马上开始。现在请打开你的 ChatGPT 吧。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 ChatGPT 啊。那在这儿呢，我使用的是 ChatGPT 4。现在呢 ，ChatGPT 更新的也非常的迅速啊。发布会刚刚开完，肯定有很多很惊艳的功能。那我们在这儿要使用的是 ChatGPT 4。那我们要使用的命令是什么呢？首先呢，我要使用这样的一个命令啊，我会写故事大师，请帮我写一篇短小的儿童睡前故事，面向3到6岁的儿童，故事温馨，有助于儿童睡眠，并感受世界上美好的一面，语言要柔和有故事性啊。我这么写，让它生成一个睡前故事，然后我们来去选一写啊。在这儿呢，它开始给我们生成了第一个啊，是一个动物的这个故事啊。那这个是个小狐狸的，我觉得不是很好，所以我又写了一篇啊。那我说这篇写的不好，故事性不强，请再帮我写一篇。OK， 他写了第2篇，就是刚才的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个内容，就是关于米娅的小女孩的故事，这是我们想要的啊。那这个主要是米娅和许愿树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具体的内容呢，等一会儿我们看完最后的视频，大家就知道了啊。现在呢，我要 ChatGPT 给我起一个名字，他给我起的这个名字叫做米娅的许愿树。另外来说呢，我要让它对文章呢进行分镜处理啊，每个分镜生成一段简短的话，它来进行了
分镜的这个处理啊。当然呢，这个分镜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分镜呢给它规定数量，比如说我规定一个8张、9张或者是6张、5张左右啊，因为太多也不便于我们设计。一般呢，我做了有8张左右。OK， 那这个故事呢，就使用 ChatGPT 来生成完了啊。那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文档里边，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档的一个内容，那就写好了。那你可以给它去分段落啊，比如说那有8段或者是7段，那我们根据这些内容呢，你就可以用来去生成相关的咒语或者是相关的图片了啊。这些内容得到之后，那我们就要回到 Midjourney 里边来去生成相关的咒语。那这个咒语呢，我在这儿已经写好了，我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啊，怎么用。这个 style 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个 style 啊，那指的是这种卡通的或者是水墨的这种这个水彩的这种风格啊。在这里边呢，第一个是关于风景的，所以我后面加了一个 no 啊，这个里边指的是不需要有人的存在。好，我们的画面比例是3:4。在这儿呢，我这个是指的咒语指的是那个一个许愿树在一个村子的正中间啊，它指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另外呢，它是夜晚。好，我们根据这些内容呢，一个一个来去生成啊，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我想生成第2个场景啊，我们看看它能生成怎样的图。好，这是第2个场景。第2个场景呢，它是指的这个有一个叫做 Mina 的小女孩，她有一个探索渴望的心。这一天呢，她来到了许愿树下来进行许愿。好，我们回到 Midjourney。好，我们使用 Imagine Meaning。好，把咒语贴进去，注意画面比例啊，一定要去统一，因为你要生成的是短视频的话呢，那你可能是一个9:16啊。如果你要去生成一个长视频的话，你可以去换一换这个画面的比例，这个你自己定就好了啊。好，这是看它来进行一个生成啊，看看它生成的效果怎么样。在这里边呢，我使用了这个我们课程里边讲过的这种木偶法啊。木偶法就是你要先定一个人，他叫 Mia 啊，他叫 Mia。然后呢，在这个里边呢，我们把这个人定义成什么呢 ？A cute girl named Mia， 她穿的什么衣服？白色的衣服，长裙啊，长头发，大眼睛。OK， 这个它已经生成完了啊。生成完之后，你看看整个的风格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风格啊。那你可以在这里边去选择，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可以再 reroll 一组啊。好，那在这个里边，如果你觉得某一组合适的话呢，你可以用 U 命令来进行一个放大。比如说我在这里边喜欢第3张图啊，那我就使用这个 U 命令。OK， 稍等一下啊，它 U 命令就会把我们的这个图放大了。好了，那最终呢，我们就会得到一系列的图片啊。那这张图放大之后的样子，我们来去看一下啊，网稍微有点慢。好，现在呢已经加载出来了，这张图看起来还不错哈。好了，为了节省大家时间呢，我们在这儿呢就把生成的所有的图片呢都放给大家去看啊。那一共是我生成了8张的图片，2张、3张、4张、5张、6张、7张。好，那你看啊。这样的8张图呢，我们在这儿呢就是8个场景啊。第2个是在祈祷，第3个是 Mia 睡着了，第4个他来到了一个奇幻的梦中时间，第5个呢他遇到了一只猫，第6个呢他在梦中醒来了，然后第7个呢他看到了窗外的繁星，第8个呢那他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啊，那一直会向星星许愿。OK， 那这就是这8张图。OK， 我们的图呢已经全部得到了啊，但是呢，如果单单使用图来去做这个绘本的话呢，稍微有一点点单调啊。我们希望这个图能动起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请出另外一个我们今天介绍的工具了，它叫做 Runway Gen 2，真的非常好用的一款工具啊。来看一看 Runway Gen 2和我们之前做的视频这次的升级有没有什么新的改观或者是表现呢？一起来看吧。好，我们打开 Runway Gen 2的网站啊，网站我会放到视频的介绍区，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介绍区相关的咒语，我也会放到视频介绍区啊。那获得的方式，大家看一下视频介绍区。好了，那 Runway Gen 2我们打开之后，到达你的工作面板。这个工作面板呢，我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工具，它叫做 Text Video 啊 ，Text Image to Video， 就是文或者是图生视频的这个功能。Runway Gen 2的话呢，它刚开始注册会提供100多个点啊，能生成30多张的这个视频内容，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完全免费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好，我们点击它。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界面，它一共有3个选项啊。第一个是 Text
Text 的话，它指的就是说完全输入一段命令来去生图片啊，这个可控性就不高，所以我们就不用它。那第二个，它使用的是图片，单纯的图片来去生视频。第三个呢，就是使用图片加描述并行的方式。那我们在这儿使用第三种方式来给大家演示啊，因为它效果会更好一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图来去拖入进去啊，我们找到之前的这个图片素材，比如说。在这里边，那我想使用第2张的这个图啊，那就是这张的这个图。好，那我们把这个第2张图拖进去。好，等它上传完毕。接下来呢，你可以写一些这种相关的这个命令啊，比如说 a girl under the tree 啊，你可以写这样的一些命令。基本上写的比较简单的就好，不用太复杂，因为它图片已经描述了整个的这个场景啊，所以不用写太多的一个内容。好，我们就写这么多。接下来我要重点去说一下底部的这几个内容啊。第一个这个里边它主要提供了一个 seed 值啊，那 seed 值可以保证一致性，我们在这儿基本上不用啊，所以第一个里边我们都保持默认就好了。那后面的第2项这个里边要去注意啊，这就有一个 general motion。它指的是图片的这种动的这个程度的激烈性啊，比如说一个人啊，如果你用这张图的话呢，那可能是说这个人的旋转的或者说动作的幅度很大，但是动作幅度很大的，经过我测试效果不好，所以我在这儿一般会保持一个1到2的这样的一个幅度，我来进行一个调整。有时候它会生成的图呢，可能不契合你的这种心理啊，或者说它生成的图有坏的这种不好的地儿，那你可能要重新生成。一般我在这儿保持1或2，让它有一种微微的运动就好了。好，我们在这儿先选一个2来试一下。Camera motion 这个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个啊，它是可以控制镜头的运动，比如说 moment， 那是水平的左右运动或者是上下的左右运动啊。你比如说你在这儿你可以去选一个上下运动或者是左右运动啊。然后第3项是什么呢 ？roll 啊，这个 roll 的话呢，它指的是一个旋转。然后呢，这个指的是视角的一个缩放啊，从中心点往外或者是反着来。然后 speed 的话呢，那指的是运动的这个幅度。一般来说，我们在这儿呢，我不期望用这个去选择啊，那我们就直接去生成，在这儿保持默认。因为有时候你选择的话呢，它会不按你的这个期待来啊，所以我们在这儿直接保持默认的选择。好，选择 generate， 它会生成一个4秒钟的这个视频。好，这个视频呢会慢慢的生成，那每一次生成呢，它都会消耗你的点数，所以你在这儿的注意你的点数啊，点数用完的话呢，那就生成不了了。有一种方式呢，比如说你重新注册一个这个 email， 你再进去就有100多个点了哈，这是给大家一个取巧的方式。好，我们看一下最终生成的这个结果，在这儿呢，由于它比较耗时间啊，所以我们把最终生成的结果直接就给大家去看一眼。OK， 这是我们最终生成的一个效果。当然呢，这个你可能要生成个几组，然后找到你认为效果最好的。一般来说呢，运动的幅度我们一般保持1到2啊。好，这是第一个啊。那我们看看后边的还有不少啊。这是第2个这个小女孩睡觉的一个场景，然后再往后走，她在空中跳舞的场景。好，后边的这个场景，它跟猫来去对话的场景啊。那整个呢都是这样的一些场景，我们最终呢就做完了。啊，这个是他祈愿的一个场景。好，这些场景做完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步骤呢就结束了啊。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咒语，那这个咒语呢都在我这个文档里边啊。这个文档的话呢，索取方式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下方视频介绍区，我们找到索取方式，然后来问我要这个咒语啊。这个咒语会全部给到大家啊，这次的咒语我会给到大家。好了，那这一点呢，我们就做完了啊。这个步骤，我们图片和视频呢都生成完毕，所以我们一共得到了8张的这个8组的这个视频啊，8组视频的这个内容。OK， 那最后呢，我们就要请出视频剪辑工具了啊。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视频剪辑工具，这里边呢，我们使用剪映给大家做演示。好，接下来呢，最后一步，我们来到剪映啊，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工具，比如说 Final Cut 啊等等的这种视频剪辑工具都是可以的。剪映比较好的一点，它就素材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在这儿用剪映给大家去演示。好，这是我剪出来的内容，上边是这个字幕啊，底下是相关的一些我的视频素材，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啊。首先呢，把你刚才
所生成的视频文件啊，这些视频文件，你把这些视频文件呢都导到剪映里边去啊，导到素材库里边。接下来呢，把它拖到时间线里边。比如说这个啊，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拖到这个时间线。你看啊，它在这里边呢就会去出现。然后呢，你把一个一个的8个视频呢全部拖到这个时间线里边。然后呢，我们再到哪里边呢？我们再到转场里边，你把这几个视频呢，你给接起来啊。那这个接起来呢，我们可以选择叠画或者是其他这种方式的一个过场，我们把它拖到这个边缘啊，让它形成一个，你看啊，形成一个过渡的一个效果，这是翻页的一个过渡的效果啊。好，后边来说呢，我们要准备一个音乐啊。那这个音乐的话呢，主要是说我们的一个晚安音乐。村里，在遥远的，好，你看啊。好，这是这样非常轻柔舒缓的一个音乐，然后呢，把这个音乐呢也拖到我们的面板里边去。还有第3点啊，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啊，这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通过字幕来去生成配音。这个配音你也可以自己配，当然呢，也可以使用其他的这种方式配啊。比如说，那我在这儿呢，我想有一个我想去给它去配个音啊，那就是这个文字去配音。那我们首先呢，点击文字工具，然后我们打开文字，然后呢，把文字的这个贴进去。贴进去之后，好，它就会放到这个里边了啊。现在先不用管它的大小，然后在这个里边我们选择朗读，选择朗读之后，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这种风格的这个内容啊，然后来去选择，比如说少儿故事啊，那我们去点击少儿故事来试听一下。有一座小山。好，然后点击开始朗读，这个时候它就给我们朗读完了啊，然后我们可以看看最后，这就是它朗读出来的这个内容。在遥远的彩虹村里，有一座小山，小山上有一棵许愿树，每当太阳下山，天空就会点亮第一颗星星，这时候孩子们就知道是许愿的时候了。OK， 那这个呢就是如何用 AI 给这个我们的视频去配音啊。好，配音之后呢，这些可以删除掉啊，删除掉。最终呢，我们通过组合，你也可以去加一些这种其他的内容，比如说这种鸟的叫声，或者是晚上蟋蟀的这个叫声。最终呢，它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啊。那这个视频呢，最终我们选择导出，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导出到自己的电脑上去啊。我们选择导出，这样呢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平台或者是其他地方发布了。好了，那我们整个的教程呢就到这儿就完全结束了哈。那在最后最精彩的部分来了啊，我们要看一下完整版的 Mia 的许愿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内容呢？ OK， 马上来观看吧。在遥远的彩虹村里，有一座小山，小山上有一棵许愿树，每当太阳下山，天空就会点亮第一颗星星，这时候孩子们就知道是许愿的时候了。有一个叫米娅的小女孩，她有一颗渴望探索的心。这天晚上，她来到许愿树下，闭上眼睛，许下了一个愿望：我希望能有一个甜甜的梦。突然，一阵风吹过，许愿树的叶子哗哗作响，米娅缓缓地进入了梦乡。当米娅睁开眼睛时，她发现自己在一个奇妙的梦境里。这里有棉花糖云彩，还有会笑的花朵。它在云朵上跳跃，唱歌跳舞。在这个梦里，每个人都快乐，每个角落都充满爱。米娅遇到了一只会说话的猫，猫咪告诉她，在这个世界里，只要心存善良和勇敢，所有梦想都能成真。米娅心想，她要把这份善良和勇敢带回现实世界。夜深了，许愿树轻声对米娅说，小朋友，是时候回到你温暖的床上了。米娅感到了一阵温暖的拥抱，她知道这是许愿树的拥抱。她微笑着，慢慢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米娅醒来时，外面的星星还在闪烁。她知道她的梦已经成真，因为她感到心中充满了善良和勇敢。从那以后，米娅每天晚上都会对着星星许愿，然后带着美好的愿望进入梦乡。好了，小朋友们就像米娅一样，闭上眼睛，对着星星许个愿，愿你的每个梦都甜甜的，每个清晨都充满希望。晚安，愿你有个美好的梦。
好了，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的生成这种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儿童来去阅读的这样的儿童绘本的视频。不管是你做成图片、做成电子书，或者是做成视频的文件发布到这种视频平台上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选择啊。当然你制作的要非常的精美，这就要仔细的看我的教程了。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相关的咒语呢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也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的视频，这个视频制作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好了，喜欢我的话呢，欢迎给我点赞，也欢迎来去订阅我的静电的 AI 设计教室这样的一个频道。好了，那我是静电，我们下期再见，各位小伙伴，拜拜。